最近 SpaceX 这场 IPO 市场上很多人都在盯数字，857亿美元募资，上市第二天涨了 19.6%， 市值冲到 2.5万亿美元。单看这些数字已经很吓人了，一天多出来的4200亿美元差不多能买下一家传统行业的头部公司。但我觉得真正该看的不是热闹，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把 SpaceX 当成一家航天公司来估值，很可能少算了一块东西。这块东西现在还没有被多数华尔街模型认真放进去，它就是太空里的 AI 算力。我们先把这次 IPO 拆开看，857亿美元的募资规模已经超过了苹果、微软、谷歌这些巨头当年最大规模募资的总和。上市后第二天，市值直接进到全球上市公司第一梯队。更有意思的是，谁在买？罗恩·巴伦这种在资本市场里看了几十年周期的老投资人砸了10亿美元。澳洲矿业首富吉娜·莱因哈特也砸了10亿美元。这两个人不是一个圈层，一个偏长期资本，一个是传统实业资本，但他们都愿意把钱放到马斯克的航天生意上。这个信号比单纯的涨幅更值得琢磨。过去大家聊航天，经常觉得这是烧钱，是情怀，是科技富豪的玩具。可当传统产业资本也开始下重注，它说明在一部分大资金眼里，太空产业已经不只是概念，而是可能产生现金流的硬资产。不过问题来了，现在市场给 SpaceX 算账，主要还是火箭发射和星链订阅。各大行对2030年营收的预测大概在3300亿到4740亿美元之间。马斯克自己说太保守，他看的目标是1万亿美元。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肯定是又来了，又在讲一个很大的故事。这个反应没错，得保持警惕。单靠火箭发射和星链收费，要在2030年做到1万亿美元营收，难度确实很高。那它的底气可能来自哪里？我认为关键在太空 AI 算力。现在 AI 数据中心都建在地面上，要土地，要电力，要水冷，还要面对能源价格、政策审批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你把这些限制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 AI 越往后走，瓶颈可能越不像模型，反而越来越像能源和基础设施。如果有一天把大量 AI 算力单元送到近地轨道，用太阳能供电，再通过卫星网络形成分布式算力系统，那 SpaceX 卖的就不只是发射服务，也不只是上网流量，它卖的是另一种 AI 基础设施。当然，这件事儿现在还很早，不是说今天就能写进财报，也不是说一定能跑通。技术、工程、成本每一关都不轻松。但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它不会等事情完全做成才开始定价，等大多数人都看懂的时候，价格往往已经先动了。你再回头看马斯克手里的几块拼图，星链是通信网络，星舰是低成本运力， XAE 有算法和算力需求，单独看每家公司都像在做自己的事，放在一起看，他们其实有机会组成一个闭环。所以这次 SpaceX 的估值不能只盯火箭发射次数，真正值得跟踪的是太空算力会不会从概念变成项目，再从项目变成商业模式。只要这条线开始被市场相信， SpaceX 的估值逻辑就会换一套算法。讲完天上的生意，我们把镜头拉回地面。特斯拉 Robotaxi 运营满1年，交出来的成绩单比很多人想的要硬。刚推出的时候，车队只有11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试试看，规模太小，纯视觉路线也不一定撑得住无人出租。1年之后，车队到了725辆，翻了66倍，其中没有安全员的纯视觉车辆已经有69辆。更关键的是，安全数据连续4个月零主动责任事故，发生过的碰撞都是后方人类车辆追尾 Robotaxi。 这件事很重要，无人出租最怕的不是某个功能不够炫，而是安全信用被打穿。只要出现一次严重的主动责任事故，业务节奏、公众信任、监管态度都会马上变。现在这个结果至少说明纯视觉方案在真实城市道路里已经跑过了最难的一段早期验证，还不能说完全成熟，但它开始有了规模化运营的样子。很多人还在争激光雷达和纯视觉谁更先进。这个争论当然有价值，但从商业角度看，最后要看的还是2件事儿：安全能不能守住，成本能不能压下来。如果纯视觉能在安全前提下持续扩张，它的硬件成本优势就会被放大，车队越大，这个差距越明显。接着看 Cybercab， 它已经拿到 EPA 认证，可以合法销售和运营。参数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前轮驱动、单电机、48度小电池，车重3113磅，比特斯拉现有量产车都轻。如果你用家用车的眼光看，确实会觉得配置不够漂亮，没有双电机，电池也不大，看上去不像一台能让消费者兴奋的车。但换个角度
Cybercab 本来就不是按家用车逻辑设计的，它更像一台运营工具。它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0-100加速有多快，也不是座舱多豪华，而是每跑1英里要花多少钱。小电池降低制造成本，单电机降低结构复杂度，轻量化降低能耗，前驱布局也更简单。每一项看起来都不性感，但如果乘以100万级车队，再乘以高频运营里程，成本差距就会变得很大。也正是这样一台看起来低配的车 ，EPA 续航做到了418英里，超过很多大电池家用电动车。这个结果背后真正要看的不是参数堆料，而是效率。一旦 Robotaxi 真的进入全无人运营，司机工资这块成本被拿掉，再叠加低能耗、低维护，出行成本就有机会被重新压一遍。到那时，买车和轿车之间的账，很多人可能会重新算。这也是特斯拉在无人出租上的一条优势。别人还在用改装家用车测试，特斯拉已经开始从车型设计、算法、运营体系一起往下打成本，能不能全部兑现还要看后续，但方向是清楚的。再看2个信号，柏林工厂在欧洲车市不太景气的时候继续扩产，这说明特斯拉对后面的欧洲需求并没有那么悲观，它可能是在提前准备下一轮需求回暖。中国区这边 FSD 更名为辅助驾驶，也值得看。很多人把改名理解成退让，我倒觉得这更像务实的本土化。先把监管语言和落地路径捋顺，再推进功能，比硬讲概念更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这条线后面会影响特斯拉的增长节奏。说完地面，我们再回到 Starlink。很多人对星链的印象还停留在给偏远地区上网，这个理解太窄了。在津巴布韦 ，Starlink 用户数量16个月涨了17倍，网速也明显压过当地传统运营商。原因很直接。很多地区地面通信基础设施太弱，铺光纤、建基站太贵，人口又分散，传统运营商没有足够动力覆盖。Starlink 的打法不一样，它不需要先把地面网络慢慢铺完，只要终端能接上，就能直接用卫星上网。对这些市场来说，这相当于跳过了很长一段基建周期。如果非洲市场解决的是没人覆盖的问题，那韩国电力系统接入 Starlink 代表的是另一种层级。韩国把 Starlink 用作国家核心电力系统的备用通信网络，这已经不是普通消费者买一个上网终端了，它变成关键基础设施的冗余通信方案。这类客户和个人用户很不一样，付费能力更强，合作周期更长，一旦接入，替换成本也更高。更关键的是，有了一个样本，其他国家的电网、油气管道、交通系统都可能开始考虑类似方案，航空和航海场景也在推进。豪华邮轮公司、以色列航空的机上上网服务都是 Starlink 更适合切入的地方，因为这些用户对价格没那么敏感，但对覆盖和稳定性要求很高。再加上新建复用率提升，发射成本有机会继续下降。卫星制造成本随着规模化也会往下走，成本每降一点 ，Starlink 能进入的场景就多一点。你把这些线放在一起看，路径就比较清楚了。先做偏远地区个人用户，证明能用，再进入航空航海这种高价值场景，然后往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里走，变成底层通信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卫星宽带故事，它更像是在把通信网络从地面往天上搬。除了这些主线，最近还有几条消息也值得放在一起看。英国准备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个政策如果落地，对 X 平台会有影响。其实不止英国，很多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监管都在收紧，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对社交平台来说，用户增长、内容审核和合规成本都会被重新计算。XAI 推出 Grok Build， 直接对上 Claude， 目标是 AI 开发生态。AI 竞争不能只看模型跑分，长期更重要的是开发者在哪里做应用，用户在哪个工具上形成习惯。马斯克推 Grok Build， 明显是在抢开发者入口。再往后看，它也能和算力布局接上。还有一个信号，美国贸易官员亲自体验 FSD， 这个动作本身不等于政策转向，但监管层愿意近距离接触纯视觉方案，至少说明这条路线正在进入更严肃的讨论场景。后面要盯政策节奏。最值得深想的可能还是微软能源转向。微软宣布放弃之前的清洁能源目标，转向加大天然气投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环保承诺退步。但从商业角度看，这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AI 越往后走，电力越像真正的瓶颈，训练大模型要电，数据中心运行要电，算力规模越大，耗电越夸张。以前大家谈 AI 瓶颈，喜欢谈算法、数据、芯片，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能源供给才是更底层的约束。
清洁能源很好，但供给不稳定，扩张速度也不一定跟得上算力需求。微软转向天然气，本质上是为了拿到更稳定、更充足的电力。这个选择不一定好看，但很现实。这时候再看马斯克的布局，就更有意思。星舰、星链、太空算力，还有太空太阳能的方向，本质上都在往能源和算力的底层靠。地面能源总会受土地、资源和政策限制。如果未来有一部分能源和算力可以搬到太空科技公司的竞争边界，就会被重新画出来。现在说成败还太早，但这条线值得盯。所以你会发现，科技巨头表面上在卷模型、卷芯片、卷应用，背后其实都在抢能源。谁能拿到更便宜、更稳定、规模更大的电力，谁在 AI 竞赛里就更主动。讲到这里，马斯克这几条线就串起来了：太空算力、地面 Robotaxi、Starlink、全球通信、XAI 生态，再加上能源问题，看起来是不同业务，底层都指向基础设施。旧的玩家还在用过去的业务口径估未来，新的玩家已经在改基础设施本身。这也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 AI 的未来到底会走向哪里？悲观的人会说，窗口正在关闭，算力、模型、生态最后都会集中到少数巨头手里，普通公司和个人只能在巨头搭好的框架里生存。乐观的人会说，技术不会永远被少数人垄断，开放生态会反复出现，新的工具和新的组织方式也会打破既有壁垒。AI 最后可能像互联网一样，慢慢变成更普惠的技术。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也都有历史参照，任何人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答案还没出来。但对投资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马上站队，而是看见那些还没有被大多数人充分定价的变量，比如太空算力，比如无人出租的真实运营成本，比如卫星通信进入关键基础设施，比如 AI 背后的能源约束。市场永远会反映信息，但市场不一定同步反映所有信息。大多数人都看见的机会，往往已经写进价格里了。真正值得花时间研究的是那些还在早期、还不确定，但一旦跑通就会改变估值框架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太想只聊每天的涨跌。短期情绪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盯 K 线，很容易被市场牵着走。把产业逻辑、资本动作、财报细节串起来看，才能知道自己到底在买什么，也知道风险在哪里。投资不是比谁反应快，很多时候比的是谁能更早理解一条长期逻辑，也能在不确定的时候保持冷静。今天这些内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金融或其他专业建议。市场有风险，产业发展也会出现预期之外的变化。涉及具体投资决策，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理性判断，必要时咨询专业投资顾问，对自己的资金负责。如果你也关注美股 AI 和这些底层产业变化，欢迎订阅频道，我们后面继续跟踪这些线索，看看哪些故事只是热闹，哪些真的能跑出结果。